李长寿刚想收摄心神回小琼峰，太白殿外驾云飘来了一道身影，自是玉帝化身董天帝。此前酒宴上，全栋几次说漏嘴，与李长寿的指导人一同回天庭的路上，全栋回味过来，默然无语了好一阵儿。还好李长寿及时言说，解释了几句，说自己担心各位仙人无意间言语冒犯，提前传声点破了玉帝化身的身份。玉帝这才是松了一口气。不是我自己暴露的就好，面子问题还是要注意一下的。今日全栋再次赶来，李长寿打赌2包灵娥亲制灵兽腊肉，定是为了杨戬之事。果不其然，全栋驾云飞到太白殿前，像模像样的求见一番，就被李长寿传声召进了殿中。等到了太白殿最深处的阵法内，两个人相视而笑。李长寿又把刚才受的礼还了回去，拿了一具中年面容的指导人与全栋一同入座。全栋开门见山：长庚，吾这次来是问问有关杨戬之事，杨戬的试炼进行得如何了？陛下请看。李长寿取来一只加厚加大的铜镜，摆在两个人面前，一指点在铜镜上，铜镜表面顿时泛起了层层的波痕，随即显露出模糊的画面。之后这画面迅速变得十分清晰。那是一处大千世界，滚滚妖气遮掩了日月星辰，数道流光在空中不断追逐。李长寿与全栋定睛一看，就见那流光中有杨戬的身影。他身着有些破烂的战甲，右手抓着一把长枪，左手握着一把带着些许裂缝的宝剑，身周缠绕着金红流光，少许血迹从他的额头朝脸颊滑落，竖起的长发被妖血浸染大半。他张口似乎发出一声怒吼，身形骤然间加速，留下道道残影，带起层层灵气震荡，立刻追上一头蛇妖。那蛇妖面露狠戾，转身吐出漫天的毒雾，长枪前窜，剑光横斩，下一瞬便是妖血漫天。杨戬身形在蛇妖庞大的身躯中穿透而过，枪尖顶着蛇妖元神，一剑将其元神斩碎。全栋小声问：怎么只有画面没有声响？陛下，这是玉鼎真人所见情形。此时玉鼎真人可能是忘记开那边小铜镜的禁制了。原来是这般。全栋点点头，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杨戬追杀几只大妖的情形。又一阵大战落幕，杨戬斩了3头大妖，最后一名大妖逃到了天外。杨戬要赶回去处理3头大妖的尸身，免得妖气肆意喷洒，伤到此地凡人。这杨戬也是深得8九玄功的精髓，麻溜地处置了大妖尸身之后，将这些大妖身上的天地精华之宝取出，并将对方灵力最强的血肉斩下，架上几只烤架，细心烧烤一番，皱眉强忍着不适，一口口吃掉，增强自身气血。做巫族会做之事，确实是8九玄功的正确修行方式。李长寿赞叹一声：当真神勇。全栋双目之中满是光亮，也跟着赞叹：有长庚爱卿杀妖时的少许风范了。这话听着怎么像是我跟杨戬有什么直接关联呢？长庚，吾这具化身就落在此处了，你何时要看杨戬的情形，记得喊吾一声。维持这般铜镜，也就消耗些灵石，小生接下来也要紧盯此事。善。全栋顿时满意的笑了，继续看着铜镜中的画面。杨戬已经是快速的消失在天边，顺利的避开了妖族高手反扑。李长寿见状心底暗笑，也知玉帝这是见财欣喜，留下小半心神在此地，本体进入了浅层修行状态。此时赵大爷有没有在定海神珠上悟到什么，李长寿自是不知，但他悟到了。天道在不断地填补自身，完善自身，那天道就有了近乎于私欲的目的性。对于普通生灵乃至长生仙而言，天道至公无私，只会遵循天道规矩行事，维护天地安稳。但站在岁月长河的岸边去眺望，能见天道由小到大，
能见天道由残到全。天道有一个核心在这儿，便是后天无十全十美之生灵宝物，只有先天生灵先天至宝，才能够抵达真正的圆满境界。这也是当前为何除去玄都大法师之外的顶尖大能几乎都是先天生灵的缘故。那天道本身是否可以达到完美？变数会一直存在，天道缺憾也会一直存在。李长寿思索着这些，渐渐地将大部分心神沉入大道之中，遨游天地间，徜徉古今时。待他一次闭关醒来，发现玉帝化身犹自在兴致勃勃地观察杨戬，从杨戬激战妖兽，语练气势周旋，再到杨戬发呆发愣，方阵中小憩。很快，白泽安排的试炼剧情登场了。杨戬被引入了一处兄弟之中，奋战数月，杀将而出，降服一头3手神蛟。这神蛟化作上古神兵3尖2刃枪。从玉鼎真人和全洞的视角来看，根本就看不出这背后有人为安排的痕迹。白先生的洪荒大导演之魂已经开始觉醒了。接下来数十年，全洞大多数时候都在这太白殿中。李长寿感觉自己像是临时接了个天帝的班儿，天庭各类事务玉帝都跟他商量一二，再在凌霄殿中用本体扣个印玺。大多数时间，玉帝这一具化身与李长寿的指导人就在太白殿深处看铜镜，这让李长寿想外出找云霄仙子约个会都有些不好意思开口。杨戬的修为进境堪称是神速，此时战力已经能与大部分金仙境炼气士持平了，自身境界距离金仙劫也已经不算远。这日，全洞突然问：长庚，你觉不觉得杨戬缺了点什么？啊？缺了什么？本体正与灵娥讲道的李长寿忙将注意力放在这边。一身鲜亮的衣袍？不，吾倒是觉得杨戬似是缺了个伴儿，正如白泽先生与你这般。伴儿？全洞起身，爱卿且稍等几日，吾回去借天道之力查查，看洪荒中是否还有一些异种，可以与他做个坐骑。坐骑？原来哮天犬最初是这种定位啊！玉帝又是借天道查询，又是派东木公暗中搜寻数年，总算是找到了一只勉强凑合的上古灵兽，放到了李长寿手中。果不其然，哮天神犬！这哮天神犬颇为特殊，并非是普通生灵，他们这一族非天地造化，专门为辅佐强者而生，拥有较强的天赋与天生神通，可做凶兽对敌，可化作宝物兵刃，但是自身修行却需要其他的生灵在旁时刻指引，不然连灵智都无法开启。天狗一族其实是远古时先天生灵用神通造化的杰作。李长寿思前想后，将还只是一团毛球的哮天犬交给了龙吉公主，由她暗中送去给杨戬，给杨戬一些好处。原本云华仙子与龙吉最是相熟，龙吉做这般事合情合理。同时，龙吉暗中现身示好，也会对杨戬传递出一种讯息，让杨戬觉得自己母亲被镇压的生活十分凄惨，多给杨戬一些压力。且更重要的是，龙吉是杨戬的表姐啊，他提前对杨戬示好，与杨戬结交，待杨戬完成最终的历练之后，可以出面缓解杨戬的情绪，避免双方难以收场。龙吉去送哮天犬的过程十分顺利，他与杨戬相见也没有引起任何波澜。自他们姐弟这一次碰面之后，杨戬开始更苛刻地对待自身，在一处处大千世界留下了他浴血奋战的足迹。八九玄功妙用无穷，这一切似乎尽在李长寿掌控，但大道50，天眼49，天道都无法做到圆满无缺憾，李长寿更是做不到。9成8可非随便说说。龙吉去见杨戬不过几年，一个李长寿也不曾设想到的变数突然就出现了。杨戬的修行速度骤然大涨，数月之内接连突破。
太白殿中，保持着老神仙模样的李长寿皱眉盯着铜镜内的情形。在他右手边，一身战甲的玉帝化身全动端坐于圈椅中，两个人身后站着龙吉公主、敖乙、金鹏。因这位董天帝又说漏嘴了，他们三个已经知了全动的身份，此刻都是颇为恭敬。尤其是龙吉，在自己父亲身后乖巧地立着，大气儿都不敢喘。这也是玉帝想开了，只要这个化身不乱走，不去监察天兵天将，不去搞定期考核，不去调戏月宫的嫦娥，总体也没有什么影响，反而能方便自己光明正大的做一些想做的事，比如光明正大的摸鱼。这5道身影连同在小琼峰上用云镜术注视着此地的场外观众灵娥，一同看着铜镜所显的画面。星光飘渺的虚空中，一道道青蓝色神雷疯狂砸落，阵阵天风不停呼啸。一道在天劫雷光前有些渺小的身影，此刻迎风雷而立，比常人稍微魁梧了3分的身形，此刻竟然有一种山岳的厚重。杨戬，他已然将那滴共工本源精血消化完全，正在强渡金仙劫。哎呀，这才多少年呢？杨戬这修行速度令人惊叹呐！李长寿轻叹了一声，侧旁那全动深有同感。毕竟最近50年，便是杨戬离开玉泉山外历练的50年。玉帝陛下闲着没事的时候，都在太白殿摸鱼看铜镜。这不是此前看直播看得带劲嘛，还顺手打赏了一只天狗，是吧？岁月一晃而过，当真不觉变化。只不过玉帝陛下摸鱼的代价，就是李长寿这个普通拳神劳心劳力，累死累活。最近这几十年，玉帝陛下甚至养成了习惯，什么事儿都要随口一问。长庚，你怎么看？还能怎么看？哪次不都是坐着看？封神大劫在即，李长寿本体修行自不能落下。天庭事务虽忙，却依然要分7成精力在修行上。除此之外，还要定期与师妹相见，交谈几句，为师妹讲讲道，聊聊天，放松一下绷紧的心弦，给师妹一点小奖励，劳逸结合嘛。天庭外面需要他操心的地方也着实不少。仙盟与香火神国的战火，每隔几年就要燃起来一次。3000世界局部进入了乱战年代。地府已经数次来天庭求援，请求天庭临时支援一批文官，地府判官都已经不够用了，生灵死伤颇为惨重。唯一让李长寿欣慰的是，产劫两教一直很克制，连带着中神州的局势也还算稳固。虽然仙门摩擦不断，但并未发生两教下属仙宗直接开战的事件，还属于正常的大劫乱象。洪荒天地仿佛在逐步走向混乱，但是李长寿能够感觉到，这混乱之中又隐含了某种秩序，道祖与六圣所见的秩序。只要圣人不动，天地就不会彻底混乱。当然还有唯二让李长寿欣慰的，便是灵娥这些年一直在努力修行，求长生之心越发坚定。这让李长寿总有一种他在外面多受点累也值了的微妙心态。毕竟这天地间也就他们师兄妹能够真正的相依为命。师妹守着的小琼峰已经是师兄道心的寄托之地，很纯洁很神圣的那种。且看铜镜中雷光渐渐隐没，天劫已是过了。杨戬的身影横飞而去，并未贪图渡劫后的感悟，飞速离开了这偏僻荒芜之地，警惕性着实不错。铜镜中的画面随之而动，自是玉鼎真人暗中跟了上去。玉帝的化身沉声：八九玄功祖本源精血，老君炼制的神兵，与妖魔乱战厮杀得来的一身本领。长庚，你何时准备把布局收网，又该如何收网？陛下放心，小神早有准备。李长寿在袖中拿出一只卷轴，恭敬地递了过去。玉帝化身眼前一亮，捧卷长读。李长寿看脸背后的金鹏、敖乙与龙吉，
我原本准备让杨戬历练100年，看此时的状况，确实不得不提前干预，让他的修为尽情放缓一些了。到了此时，这般执念会让他的道心渐渐失守，若执念不除，道心不稳，修为境界越高，便越有可能堕入魔道。听师父此言，龙吉不由面露关切。此前刚与杨戬有过一次接触的他，对于这个表弟也颇为在意。他轻声问：师父，是否需提醒下杨戬此事？李长寿思索一阵：你此前去给他送洪荒异种天狗神犬，杨戬总共提了他母亲几次？1次。龙吉仔细回忆之后给出了这般答复，又补充道：他似乎只是不经意问一句，并未表露出太多情绪。那确实该收网了。李长寿的目中没有了犹豫，在袖中一阵摸索，拿出了一排玉符悬于身前。看敖乙和金鹏面露不解，李长寿主动解释：杨戬的性子有些内敛，越是这般故作镇定，便证明他将此事埋得越深，对他自身影响也就越重。毕竟很多话若是真的释然，反而不会多顾及什么，最少也会问几句有关云华仙子的近况。另一端，端着那卷轴的玉帝化身全动面露恍然：长哥，你这上面写的都是什么？罢了，你且坐来，吾在旁看着就是。谢陛下信任。